可以吧？收得吧？不收得的，收得的，把它割开了。够了，来，割的。今天受朋友的邀请，到乡下去看个榆树庄，也不知道他们又挖到了什么宝贝。根部也好，扭的也好。应该有15了。据他说，这个庄养了3年，地养的还是生长快，已经枝繁叶茂了，非常霸气。看到了这个庄，赫然想起了鹿肥头。这个树桩干的过渡自然流畅，亮点还是在它的根部，盘根错节，自然天成，难得的庄材。邀我们来看看，目的还是给这个庄定型，主要是裁剪。说个题外话，玩盆景的人喜欢听这种杆锯来回拉动发出的摩擦声，裁桩有种快感，主要是满足早日成型的欲望。看到这个章，感觉有点遗憾，树桩蓄养过头了。把果子枝留的，要把这些侧枝都留住，最下部的枝留着做顶，要尽量的从最短的地方裁掉。可以啊，割了，割的时候啊，把上部的顶枝裁掉后，桩的整个形状基本显露出来。对侧枝也进行适当的疏剪。像榆树这样生长快的树种，不能等到粗度完全达到之后再剪，剪的时候要稍微留长一点。等后端出芽，我们再依据需要的长短剪第2刀。裁桩是确定树的走势，关键是确定树桩的整体平衡点。你把它竖到把或者顶子竖起来了，对吧？正好顶要往这边走，不能太过分了。这个树桩的重心在根部。整个枝的主要流向朝右走。裁桩不难，裁桩前我们要做好设想，但不能为了满足盆景早日成型的欲望轻易动手。对。副干的出枝，按我的想法好像有点不对，顶枝蓄养过头了，与主干之间太离散。主副干之间不能很好的形成上下呼应。等于把这里割个是不？或者只是过去了不？看到吗？按我的想法，把这个副干的顶子截掉，重新蓄养，改变出枝的方向，是从这个方位出来，朝主干方向走，然后再顺主干的顶势而动。副干的出枝朝主干方向，目的是弥补两干之间的空白。基本上是并行的。或者顶，要不朝这边呢，把这里割干；要么就是我把杆把它弯过来，把它割到去。你想把个子弯过去，我呀，那就有点子困难了。不是再给你弯起去，不会很自然的，晓得吧？这个底部。